京故宮又稱紫禁城，是世界上现存規模最大、最完整的宫殿型建築。今天小白和大家一起逛一逛故宮，感受它的气派与莊嚴。那麼在本期視頻當中呢，觀眾朋友可以了解到如何購買門票和參觀路線等詳細的攻略。那麼接下來就跟着小白一起走進故宮吧。这裡面就是國家大劇院，這個銀杏樹葉子還挺多，還挺黃。小白把車停在了國家大劇院，以前的話是可以走過去的，然後現在呢只能坐公交坐一站到天安門東。剛剛跟這個警察說，警察說能走過去都是很多年前的事兒了。現在越來越嚴格了。這些排大隊等着安檢的都是要去天安门的。這個口的隊伍更長，哇塞！小白不去天安门廣場和天安門了，直接進午門。我們今天去故宮，所以就從南池子到東華門那邊。那麼我們就從前面這個地下通道過馬路，從南池子大街往前走，到東華門這邊去故宮，相對來說人排隊少一些。終於走到了東華門。不得不說，來北京旅遊真的是要一定的體力。我現在還沒有進故宮呢，我感覺已經走得很累了，剛看了一眼，已經走了幾千步了。而且你經過這個東華門之後，去午門，沿着這邊還要走一段路。注意交通安全。這邊拍照特別多，都是穿古裝的。好，這書不要了，這個手還是。這是小太子。这手背在背後，背在背後，寶貝。前邊就到了午門了，從午門檢票進入故宮。哇，人非常的多。今天天气也好。這裡就是午門了，我们從前邊刷身份證安檢就可以了，因為之前都在預約過，在小程序上。遊客可以從故宮博物院的微信小程序裡直接購買門票，門票提前7天可預約，並於每天晚上8點開始。外籍人士可通過故宮博物院官方網站進行購票，或者持相關證件到現場購票。全站票前通行。哎，現在就進來了。我是時隔多少年了？應該有將近10年了吧。上次來還是陪大學同學。這邊有一個故宮講解服務，自動講解器。我們看一看這個價格。國內語言使用費20塊錢一台。分不同的這個語音，外語的話是40塊錢。那我們現在就要從午門進去了。有很多人都要摸一摸这个门钉。旁边这个像金箍棒一樣的，
這個就是這個門的，应该算是销子吧，给它擋住。午门是紫禁城的正门，建成于明永乐18年，高37.95米。一进来之後，感覺真的挺大的，就是一時不知道往哪邊走好。前面這個就是內金水橋，那個大殿就是太和門。其實來這邊建議大家還是最好請個導遊，能夠講一下歷史知識。這就是太和門，過的話是從兩邊過去。故宮裡邊這個獅子看着跟其他地方都不一樣，感覺這個更加的威嚴和壯觀。我們從旁邊那邊有一個平面導覽圖去看一看。那這種地方一定要先把這個路線搞清楚，要不就太大了，容易逛亂了。經過太和門之後，後面就是太和殿、中和殿、保和殿，然後可以到乾清門。過了乾清門之後呢，我們再往左右兩邊逛一逛各種殿，最後走到神武門。參觀故宮大體可以分為3條路線。第一條遊覽中軸線，由太和門一直向北，經過太和殿、乾清宮到御花園，最後到神武門出口，用時約1.5小時。第二條經華遊，在遊覽中軸線的基礎上，到達御花園之後，沿着東六宮向南，然後進入珍寶館，再向北參觀，最後由神武門出去即可。此路線用時約3到4小時。第三條深度遊，由太和門向北，經過保和殿，然後參觀慈寧宮，再經過乾清宮、坤寧宮，到達西六宮，後經過御花園到東六宮，最後由珍寶館進入，向北參觀即可到達神武門出口。此路線用時約6到8小時。跟着人流，從太和門旁邊的這個叫做真度門過去，後面就是太和殿。真度門初名西角門，後來改成宣制門。清順治年改成了真度門，真度意為端正法度，清代是侍衛的直宿處。哇，這個太和殿就很壯觀了。這個地這個磚兒走不好容易崴腳。其實這個天氣來故宮是相對來說比較舒服的，在北京的秋天。如果是大夏天，夏日炎炎，因為這裡邊沒有樹，沒有遮陰的地方，只能靠着牆根兒。我記得以前小時候春遊的時候，就帶一些吃的，然後特別熱，就躲在牆根邊，坐在那邊吃飯吃東西。而且据說最近这個10來年，
參觀故宮呢，就是離得遠遠的，裡邊什麼也看不到了。10年前的時候，還是可以趴在門口往裡看的，很多東西都能看到。再往早的話，據說聽老人說還能進去，但是現在可能越來越嚴格了。很多人在這邊拍照，我們從旁邊上去。现在这个台階都架上了一層木的這種樓梯，架空了一層。這邊是香爐，哇，這個果然哎，真的裡面什麼都看不見了。現在來故宮的話，可能主要是欣賞它的建築了，裡面的東西什麼都看不見。所以現在來故宮，尤其還這麼難預約，但是看的東西反而更少了。10年前的時候，還是就大家可以看到裡面那個欄杆了嗎？就可以趴在那個門口，趴在門口看。現在基本上什麼都看不見了，因為外面有欄杆，裡面還有欄杆，正好裡面那個欄杆把視野擋住，然後裡面還黑。我們看看這個太和殿，這麼多人。太和殿俗稱金鑾殿，穿過太和門，眼前這座建築就是太和殿，也就是民間俗稱的金鑾殿。大家看古裝劇常以為皇帝每天都在這兒上朝，其實不然。太和殿太大，冬天極冷，皇帝只有在舉行登基、大婚或者萬壽節這種國家級慶典時才會在這裡。小時候印象最深的就是這個鋼，然後還有那個日晷。這邊有一個關於銅鋼和鐵鋼的介紹，是宮中的防火設備之一。穿過太和殿，前面就是保和殿了。從這邊就是相對視角更高一些，我們可以看到，大家可以看到嗎？對面的那個景山公園上面的萬春亭，我小的時候有一張照片，好像就是在這個位置。那會兒還是小學的時候。今天的天氣挺藍的，沒有什麼雲，但是好像不是特別的通透。我們看到那個東三環那邊的中國尊國貿那邊，不是特別的清晰。這邊是中和殿，都是用這個外邊的這個桅杆已經圍起來了，沒辦法靠近。這邊就是保和殿了。我們看看這個保和殿能不能看到裡面啊？這裡面稍微亮一點，還能看那個大概。保和殿。明代大典前，皇帝常在此更衣。清代的時候，每年除夕，皇帝在此宴請外藩、王公及一二品大臣。往左邊走就是慈寧宮，我們去看一看。
邊上這個龍頭就是一個個的排水口，下大雨的時候特別的壯觀，龙吐水。这里是后右门，在这里边有一些座椅休息的区域。从保和殿这边下来之後呢，這是一個空地，然後這邊有一個導覽，左邊就是慈寧宮、慈寧宮守花園、壽康宮。這一排矮的房子呢，就是軍機處。從這個區域，故宮就往兩邊延伸，就是一些後宮啊，非常的大了。西六宮就在這邊，還有慈寧宮。這個區域呢是兵窖，兵窖就是乾隆年間藏兵之處。這個就是慈寧宮區域的一個地圖，這邊是我們剛剛看的兵窖。那麼我們所在這個位置呢，就是慈寧門，往裡面走就是慈寧宮和壽康宮。這個是麒麟吧？這裡就是慈寧宮。現在慈寧宮是一個雕塑館了。這是慈寧宮的一個介紹：明清太后所居，李太后孝莊太後。雕塑馆。都是一些佛像，明代的罗漢像，旁邊的這些都是宋代的，都是頭像。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去過那個東京的國立博物館，那裡面有很多我們的寶貝，而且它都沒有罩子的，就完全可以近距離的看。那這邊是兵馬俑、石羊、陶武士俑，這個是元代的彩繪關羽像，還有一些色彩。慈寧宮的西側呢，就是壽康宮。這個小門壽康門，看它牆上這些，這個是有小鴛鴦，然後還有這種荷花、蓮蓬，這還有一個影唄。我发现这些后宫，这個院子裡面就會有幾棵樹。哎，壽康宮可以進來看一看。紫檀的嵌玉屏風寶座。壽康宮呢是乾隆為生母重慶皇太后而建。清代皇太后的列表。在壽康宮附近呢，還有很多小的這種小店。那麼我們今天呢，主要就看一些比較有名的吧。如果每個都逛的話，這一天估計都逛不完。這裡面是
应該是這種寢殿。看来小白呢要加快一下步伐了，因为我想给大家把開放的區域都兜一遍。所以我們剛剛去了慈寧宮的區域，那麼接下來我們就從乾清門，然後一直往北走。小白給大家走的這個路線呢，基本上可以算中度、深度的遊覽了，所以我們走快一點。那麼經過乾清門之後呢，我們就到乾清宮，然後繼續往北走，然後走到再看一看西六宮。西六宮之後，從御花園我們再繞過來到東六宮。東六宮之後，我們再掉個頭，從珍寶館往北走，然後一直走到神武門。前面這個就是乾清宮了。到了乾清宮這邊呢，也有這個香爐啊，然後鶴呀，包括那個日晷。明代的時候，這個乾清宮呢是皇帝的寢殿，後來到清朝的時候，寢殿搬到了養心殿，那這邊就是皇帝處理政務啊和接見大臣的地方了。這就是正大光明殿，龍椅上面4個大字“正大光明”。大家可以從電視劇裡面或者是歷史書裡面知道，正大光明的匾後呢，雍正那會兒放着他繼承皇位的那個繼承書小匣子。穿過了乾清宮，這邊就是交泰殿，上方牌匾寫着無為。這個就是坤寧宮了。坤寧宮從小看《還珠格格》知道，這個應該是皇後的寢殿。現在的這個坤寧宮呢，是仿瀋陽清寧宮改建後的樣式。這個現在趴窗戶也趴不了了，也圍起來了。從坤寧宮往左走就可以到西六宮了。我們快速的去遊覽一遍。西六宮的區域感覺也很大。經過這個過道，就是想起電視劇裡面這些皇後娘娘呀，抬着轎子從這裡面走。儲秀宮、永壽宮都在這邊，還有長春宮。從這邊往前走就是到翊坤宮和長春宮。這裡面就是翊坤宮了。哇，這棵樹已經禿了。那西六宮這邊開放的區域呢，就可以好像透過玻璃看一看。这都是西洋的鐘錶。
這邊與北邊的儲秀宮是連着的一個四进院。这个是体和殿。慈禧太后曾经在这边为光绪皇帝选立后妃一事。穿过这个廊子呢，就是储秀宮了。这邊現在都是文創店了。慈禧曾經在這邊居住過一些年。看完了西六宮呢，我們從這個小門穿過去，這裡就是御花園了。有很多的這種假山。還有很多幾百年的這種古樹。御花園始建於1420年，總共有12000平方米。这棵古樹已經400年了。那麼小白和大家呢，現在快速的從御花園穿過去，我們到東六宮。這裡呢，就是到東六宮。一進門有一個東六宮區域的地圖。像延禧宮、承乾宮、景陽宮都在這邊。這裡是中翠宮。我覺得這種小的這種國道還是比較有意思的。東六宮、西六宮啊，這邊可以拍拍照，慢悠悠的逛一逛。這個就是中翠宮。這裡面一般的都是嬪妃所居住的地方。咸豐皇帝幼年曾經在這邊生活過。現在這個宮改成了這個古琴的文化展。像東六宮這邊呢，鎖的這個門裡面都是未開放的區域。這個是德陽門。延禧宮啊，這個是。哦，這個是永和門，現在是叫做藥館，御醫藥館。这個是承乾宮，因為是在修繕，所以暫未開放。裡面呢就是景仁宮和延禧宮。延禧宮可能大家熟知，是因為《延禧攻略》有一個電視劇。景仁宮呢，也是妃嬪居住的地方。那麼，康熙皇帝呢，曾經在這邊出生。現在這裡面是不是也在辦一些展？這邊是一些捐獻文物展。
元博。这个就是延禧宫了。在宣统年间呢，就是在延禧宫的这个原址上造了这个叫做灵沼轩，它是一个叫做水晶宫，俗称是一个西洋式的建筑。但是一直都没有完工。从东六宫过来就可以到了珍宝馆。那里面呢有个九龙壁。现在珍宝馆呢是需要独立买票，然后才可以进去的。珍宝馆从门口扫个碼或者是现场购票都可以，10塊錢，老年人的話是5塊。那麼也就是我們故宮行程的最後一站，從珍寶館我們就可以一直往北走，就可以出去了。這個就是九龍壁。有9條姿態各異、身軀矯健的盤龍。這個九龍壁與山西大同的還有北海公園的九龍壁合稱中國3大九龍壁。這個就是珍寶館區域的一個地圖。那麼我們從九龍壁，然後到皇極門，然後寧壽門、皇極殿往上，一直到養性殿、樂壽堂。這裡就是皇極殿。這裡每年的正月初4會舉辦千叟宴，然後也是慈禧太后60壽典在此舉行的地方。他70大壽也是在這邊接受那個祝賀。皇極殿旁邊呢就是珠寶館。有很多的寶貝。像中間的，我們現在是怎麼聯繫的了？喂，您到哪兒了？過去怎麼聯繫啊？是不是寫信啊？對，所以這個是香囊。這個珠寶館人還是蠻多的。這個是朝珠。珠寶館旁邊的是金銀器館，這個館也很大，都是一些金銀器。這個是香薰。由於時間關係呢，小白沒能一一為大家拍攝和介紹珍寶館裡的這些藏品，還是建議大家買一張珍寶館的門票，來這裡留有充足的時間，好好欣賞一下這些清代宮廷珍寶。它們在今天所承載的意義，已遠遠超出了單純的材質與工藝的價值。它們反映了中國傳統文化博大精深的底蘊，是那段歷史的傳神寫照，是民族精神凝結而成的璀璨瑰寶。樂壽堂是乾隆皇帝歸政後嬉戲讀書之所。我記得頤和園好像也有一個樂壽堂，就在萬壽山。
這個就是很有名的珍妃井。最后我们从珍宝馆出来，然后到了神武门这边，故宫的游览也就是结束了，到尾声了。那么大家如果有精力和时间的话，可以到对面的景山爬上山，然后一览一下这个故宫的全貌，还有北京城。好了，那今天小白和大家游览故宫的视频就到这里了，希望对大家来北京旅游有一些帮助。为什么说话这么快呢？因为小白的设備馬上就要沒電了。好了，我們下期視頻再見，感謝大家，拜拜。還有1%的電，這個就是神武門。看到對面的景山的萬春亭了。今天天氣真的很棒，爬上去看一看故宮，我看上面有很多人。千年的宮殿訴說着輝煌，每一塊磚石都刻着時光。風吹過，帶走了塵埃，留下了無盡的感慨。故宮回響，震撼心房，專寵皇位，氣勢如江，穿梭在歷史的走廊，感受着歲月的滄桑。游客們腳步輕輕，在這片土地上尋找着夢。每一座宮殿都是一個故事，每一扇門都通向過去。風吹過，帶走了塵埃，留下了